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有關於軍事武器哦，高層現在剛剛聊到了解放軍的高層震盪哦，但是山東艦則是迎來的是它的殲35跟小飛盾的現身，今天一起的來做關心。好，來關心到的是近日傳出的有關於山東艦現在進入在南海的一個海軍基地的這個前船塢裡面來進行維修的工作。不過呢，現在有一個是來自於中航工業沈陽所做的一個證實說。殲35的艦載機已經具備了它有彈滑兼容的能力，意思就是說呢，它能夠在福建艦採用電磁彈射起飛，這是第一個。但第二個，它另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山東艦上面滑躍板甲板上面來進行滑躍式的起飛。軍事專家也這邊特別做了一個分析，它可能就是在進行殲35隱身戰機的適配性的一個改造。艦長如何看？首先你要知道，這個飛機從這個叫做什麼航母上面彈起來的，它的決定的是什麼？就是我這架飛機，我的翼面積這麼大，我要到達這個速度，這個空氣能夠支撐我起來，這是它的一個重點。那是注意两個，就是第一個，你跑多快；对，第二個，你的翼面積多大。你去看，因為開始設計可能認為殲35是沒有辦法在滑跳着起來的，一定要底下拉一個那個叫做彈射的蒸汽彈射也好，電磁彈射也好，有一個瞬間就給它加速。但是这个如果山東艦你說我們改成這個有一個這種彈射的話，那是做夢。那你乾脆重造一次好了，它整個是8前，你以為只有上面一個像橡皮筋彈的，它整個肚子裡面全都要跟着改，所以這是不可能。所以只有可能就是說，殲35是不是可以從滑跳上面，在比較其他的，就是推力少一點狀況下起來呢？我仔細研究一下是有可能的。為什麼？第一個，你看啊 ，F35是沒辦法的哦。對 ，F35只有一台引擎。殲35有2台引擎，那這個一台引擎是推力是19點幾噸，這個2台是13到15噸，就這2個推力是大於它的，基本上可以，就是它可以瞬間衝，它可以衝到更快。第二個就是它的飛翼的面積啊，它的飛翼的面積哦，F35是43平方米，殲35就中國這個殲35是62平方米，所以當我有這麼大的一個東西支撐的時候。好比說，我的速度在時速300公里，我就能夠撐起來。F35可能要到360公里才能夠撐起來，因為它的翼比較小。所以從這2個比較之後，我相信經過他們的計算也好，或是實際上可能跑了一次，發覺真的可以。那就因為一開始你不必到這個船上去試，它都有一個陸地的一個基地，就在那裡試。起來，萬一沒有飛起來，那至少還在陸地，還可以再降下去。到海上去，他覺得他是可以。所以他就這樣子想說，我們是不是叫這個山東艦上也讓殲35上去？那殲35上去，你知道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為什麼？因為航母就是海上的移動機場，不是航母多厲害，航母根本沒用啊，是那個飛機多厲害。那以前的是非隱形的，那你一飛起來人家就看到了。那現在你換了一個隱形的，飛起來很遠看不到，飛到很近你才看得到。這個時候它打擊力就可以距離目標很近。叫做進階的資源打擊，所以它的戰力會提升的。但是它重點都跟山東艦的關係不大。山東艦要不要做一些改變？它的技術維修，因為不同的飛機上去，你要有技術維修的人，要有那些裝備，要有那些後勤料配件。它在這裡其實沒有什麼大的改變。好，我們剛剛看到是解放軍在這個海空上面戰力上面的提升，那空中的戰力其實還有另外的提升，就是有關於等一下請幹哥帶我們來看到的是霹靂16這個小飛棍的這種飛彈，能夠為殲20帶來這個戰力有多大的提升？等一下請幹哥來帶我們看，因為呢我們現在來看到是解放軍最新，它有一個官宣的影片是在慶祝殲20首飛15週年。那從這個影片上面可以特別來關注到，我們也列出來說它的一些性能，包括它有一枚的外形極度平直，看不到傳統彈翼的一個空對空飛彈，那大家就把它軍迷啦，把它取名叫做小飛棍。所以香港的01這個媒體也特別做了分析，他們認為這個小飛棍就是大家熟知已久的霹靂16嗎？來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它的小檔案。霹靂16，請導播來 take 一下哦，它的射程突破300公里，能夠使
殲20得以在這種超音速巡航之下，對敵方的預警機、空中加油機等高價值的目標實施遠距離的打擊。那它的主彈倉的部分，殲20可以做多大的提升？原本它只能掛4枚的霹靂15，未來可以掛到達到6枚的霹靂16。幹哥怎麼看？好，你簡單介紹一下，霹靂15就是把這個印度的飆風戰機打下來的工程，叫霹靂15。所以我們都知道說霹靂15很厲害，對不對？不過殲20只能夠帶4枚啊。那其實老實講一句，那在美國的 F-22啊，因為他們兩個是空中的假想對抗者 ，F-22跟殲20兩個要對抗。那如果殲20你只能夠帶4枚性能非常好的霹靂15，那但是這個美國的 F-22它可以帶6枚的 AIM-120，也就是先進中程防空那個空对空飞彈。那這樣子的話，那所以才會衍生出我們是不是要發展另外一種飛彈？那這種飛彈呢，我們可以裝進6枚。它的技術在哪裡？它的技術就是我不要飛翼了，我不要飛彈的彈翼，把這個彈翼，大家要知道，彈翼在整枚飛彈的中間會有4片彈翼，尾部也有4片彈翼。你把它都收起來的話，那我的彈倉是不是就可以放進更多飛彈？對。那我沒有彈翼之後，我要怎麼攻擊呢？因為大家要知道，飛彈在開始發射階段的時候，它初速是2倍音速，到最後決戰擊殺的時候，它可能到4到5倍音速。你沒有彈翼哈，那我可以跟你講，你的流體力學就不見了。這飛彈要怎麼攻擊啊？結果他們現在說沒有，現在已經有劃時代的向量推力噴嘴技術。也就是說，這個殲16是使用向量推力的噴嘴，可以改變方向，然後再過載，就是說它過載已經超過它本身所能夠，簡單講一下，就是機力已經超過它自己飛彈本身能夠承載的負荷的極限。沒關係，由電腦來解決。大家聽到這邊有一點已經像星際大戰了，像科幻小說了，對不對？我告訴各位，電腦做得到。所以我一直在看這個霹靂16啊，我心裡就在想，都沒有彈翼哦，美國人搞過，結果是什麼？失敗。你現在真的霹靂16，你真的要做沒有彈翼的飛彈嗎？而且它的攻擊模式是什麼？你知道？它竟然可以打300公里，這個我更驚訝。300公里有多遠？大家知道嗎？類似像以前美國的最厲害的 F-14身上帶的鳳凰飛彈都沒有打那麼遠，你可以打到300公里。他說他採用的方式是什麼？他的採用的方式就是，他在飛到中間一半的時候，他會熄火關掉，到最後剩下20公里重新點火再打。我覺得那個現在我想起來的話，這個可能會比星際大戰的飛彈還要厲害。所以大家就想到，霹靂16如果真的有這麼厲害的話，他如果真的能夠裝上殲20去進行空戰的話，那 F-22你要小心了。可是我覺得有技術資料出來了，就等於是說這件事情也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就像你一直不相信有殲36、殲50，它真的飛在天上，我也不用告訴你，我也不用發布，就真的飛到成都的這個你的腦袋頂的時候，你是真的看到了，是一般老百姓發現的。所以你怎麼能夠不相信中國它有能力跟實力在很短的時間內發展出像小飛棍，也就是霹靂16這樣的飛彈呢？不過我還是要回應一下剛才艦長講的。就是說，你要把山東艦改成可以飛殲35哈，我是覺得說這個是在技術上面做不到，好嗎？乾脆造一艘新的還比較划算。因為山東艦跟遼寧艦都沒有電磁彈射，所以他們的功能是一定的。那自從福建艦有了電磁彈射之後，它後面都會是電磁彈射，它的飛機才能夠滿載。滿載很重要，沒有滿載怎麼打仗？所以你必須要把福建艦，你必須要把遼寧艦跟山東艦看作是它進階的一個過程。如果你現在去改山東艦，讓它可以飛殲35的話，那個叫什麼？那叫強人所難，不要做這種事情。我相信，中共高層他也不會這樣做，習近平也不會這樣做。為什麼？我造一艘新的船快得多。好，其實呢，美軍這個要擔心的，它的 F-22要擔心的，除了剛剛幹哥幫我們特別講的有關於殲20加上霹靂16之外，其實呢，來自於美國媒體的最新報道說，他們真正要擔心的，其實不是只是霹靂20，是雙座版的
不只是歼20，還是雙座版的殲20S 才對，因為它被賦予反介入區域拒止的能力。其中它的第2名的機組人員是可以負責這種高強度戰爭的指揮、控制、管理，甚至做無人機、有人機的協同作戰，打擊美軍的航母。聶老師怎麼看？哇，這個太精彩了！我跟各位報告一下，小時候喜歡玩軍，你知道哈，殲20不是殲20，是殲20S。我先講一下啊，剛剛我們都知道5代戰機，美國2種，這邊這個中國大陸2種，很巧。當然这個有點仿效了 ，F35對 J35，好，我們不談這個。那 J20有所謂的 F22，大家也知道，都是5代戰機。其實 F22有沒有雙座？沒有，曾經想做雙座，叫 F22B，沒有成功。他們講有3個原因。他們在設計第1船之後 ，F22說，空間設限，空間設計好像不太好做。這是第1個考量。第2個說，哎呀，隱身的考量，一旦做大了，可能沒辦法隱身。第3個更扯，叫做技術的隱憂。第1個有考慮他們技術要做，那還有一個是2個人以後的配合的技術有問題就否決掉。中國做到20S 是雙座直立式。我跟你講哈，我們在財經裡面教1+1大於5，我們講併購嘛哈，2個人合在一起，一個夫妻娶一個先生娶一個太太，生下3個孩子就是5個，1+1大於5，2個人在一起絕對大於5，你知道為什麼？第1個非常清楚，第1個很重要，他如果是單座，他有單座的設計，單座比較小，就是他做空優還有快速攔截，一個人反應夠快，引力夠好就好。雙座不一樣，第1個它非常重要，而且中國是第1次做到的雙座的這種所謂的隱身戰機，它可以打電子戰。第1個人開飛機精準，他就是照他的這個技術。第2個跟他做充分配合，就像都丟原子彈，當時也要是2個人啊。第1個到點的時候，第2個要去分析，要去檢測它的最好的地點。他重點要做什麼？要做電子戰。這電子戰它要控制怎麼樣？因為現在都是網絡控制。他在飛機上要控制無人機，你開飛機的人不可能在這時候控制。他要控制無人機，就像剛剛講的這個有人無人的雙戰。這時候呢，可以做到什麼？就是精準打擊，這非常精準，而且講不好，因為什麼1+1大於5？因為他一架飛機就控制了好幾個無人機，不就超過5個以上？所以這樣子會造成美國未來在 F22真的臨空的時候，你會發覺很危險，因為他是雙人，他1個人在飛，另外1個人人靠人有。第2個，他可以用精準打擊，甚至控制旁邊的無人機，他對地對海都可以達到他所要達到的精準打擊的效果。那你覺得美國會有很大的威脅？我覺得這絕對是會的。好，謝謝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